明明市场还在压住美联储降息，美国经济数据也持续走弱，可10年期、30年期美债收益率却逆势冲高，接连刷新阶段高位。拿着科技股的人最近应该都有感觉，盘面的估值压力越来越重，很多曾经顺畅的上涨逻辑忽然就走不通了。今天我们会拆开长端利率反常上涨的真正推手，看清美债天量供给和 AI 资本开支潮如何形成双重抽水效应。更重要的是，你会拿到一套可量化的观察指标，分辨哪些科技股能扛住高利率环境，哪些已经在依赖外部输血续命。大家好，我是志行，这里不做投资建议，只和大家一起把市场背后的逻辑看清楚。年初到现在，10年期美债收益率累计上行53个基点，来到 4.72% 的位置；30年期美债收益率上行45个基点，突破 5.31%。长端利率的这波重定价幅度已经超出了很多机构年初的预期，很多人第一反应是通胀又反弹了，才会推高国债收益率。但把名义利率拆开来看，你会发现完全不是这么回事。10年期美债这53个基点的涨幅里，有50个基点都来自实质利率的上行，通胀预期几乎没怎么动，涨的全是投资者要求的长期持有补偿。换句话说，市场不是担心钱变毛，是觉得长期资金越来越稀缺，所以借出长期资金的要价变得更高了。这种供需格局带来的直接结果就是期限溢价的持续修复。过去几年因为央行购债资金充裕被压到负值的期限溢价，现在正在快速回到正值区间，这也是长端利率跑赢短端的核心原因。背后第一个核心原因是美国政府的天量债务供给。截至8月中旬，美国公共债务总额已经逼近40万亿美元大关，达到 39.93 万亿美元。海量的国债持续涌入市场，不断吸收着全球的长期美元资金。另一股容易被忽略的抽水力量来自科技行业的 AI 融资潮。2026年全年，仅投资级别的 AI 相关企业发债规模就有约3000亿美元，折算成10年期等效利率风险约3600亿美元。这个规模大概相当于同期同类美债供给的1/8。政府和科技企业同时在长期资金市场上大额融资，相当于两头抢钱，自然会推高长期资金的价格，也就是长端利率。我真正担心的是这种双重抽水的格局短期很难逆转。财政赤字的刚性不用多说， AI 资本开支的浪潮也还在中途，两者叠加之下，长端利率的中枢可能已经系统性抬升了。长端利率上行最先冲击的就是成长股的估值逻辑，而这一轮最特殊的地方在于，它不是简单杀估值，而是直接动摇了科技股现金流安全的核心叙事。我们可以做一个很直观的对比，当前标普500的前瞻市盈率在20到23倍之间，对应的盈利收益率大概是 4.3% 到 5.0%，而无风险的10年期美债收益率已经达到了 4.72%， 两者的差距已经被压缩到极薄的水平，意味着投资者承担股票波动的风险，拿到的预期收益却和买国债差不多，股权风险溢价几乎被抹平了。这种环境下，高估值的科技股想要维持估值，就必须拿出极高且确定性极强的增长。一旦增长预期稍有松动，估值就会立刻面临下修压力。过去低利率时代，市场愿意给远期成长很高的估值权重，哪怕短期不盈利也没关系。但当无风险利率升到接近 5%， 资金的机会成本完全变了，大家会更在意当下能拿到的真金白银。很多人还停留在降息周期科技股必涨的旧经验里，却没注意到长端利率的定价逻辑已经变了。这也是今年不少业绩达标但增速放缓的科技股股价反而走弱的重要原因。估值层面的压力还只是第一层，更深层的考验落在了科技巨头的真实造血能力上。IT 浪潮带来的不是利润立刻兑现，而是先要有天量的资本开支投入。根据市场一致预期，2026年四大云厂商的 AI 相关资本开支总额会达到7700亿到8000亿美元，这个数字几乎和他们一整年的经营现金流总额相当。也就是说，这些巨头全年靠主营业务赚进来的现金，差不多全部要投去建数据中心、买算力硬件。原本大家印象里源源不断的自由现金流，正在被巨额资本开支快速消耗。我观察到的一个明显变化是，市场今年对科技股的定价重心已经从营收增速慢慢转向了现金流健康度。
同样是投入 AI，能靠自身造血覆盖的和需要不断融资的估值差会越来越大。更值得留意的是，资产负债表上的数字还不是全部的压力，科技巨头在表外还藏着规模惊人的算力相关承付款项。根据华尔街的统计，这部分表外承诺包括2410亿美元的数据中心租赁负债，1320亿美元的芯片采购长期承诺，再加上表内已经存在的1560亿美元长期债务，整体潜在承付款项规模高达约3万亿美元。这些承付款项很多都是长期不可撤销的承诺，相当于把未来好几年的算力采购提前锁定了。行业上行期看不出问题，一旦需求不及预期，就会变成沉重的负担。这些承诺不会立刻体现在当期利润表上，但都是未来必须支付的刚性支出。一旦行业景气度下降或者融资环境收紧，他们就会从隐性负债变成真实的现金流压力。过去大家聊科技巨头，总说他们账上现金多，抗风险能力强，但如果把表外的长期算力承诺也算进去，我们对他们的安全边际可能要重新做一次评估。巨头的压力尚且可以靠自身营收消化，更隐蔽的风险藏在产业链下游的影子融资体系里。最近市场讨论很多的香蕉债券，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代表。你可以这么理解这个概念，金融机构发行10年期甚至更长期限的债务，用来购买 GPU 算力资产，再靠算力出租的收入来还本付息。但问题在于 GPU 这类硬件的技术迭代非常快，有效生命周期其实只有3到5年，二手残值和租金价格都会随着新品推出快速跳水，用10年期的长期债务去匹配3-5年寿命的资产，本质上就是严重的期限错配。就像给保质期很短的香蕉发一笔长达10年的债券，一旦香蕉贬值，还款逻辑就会崩塌。前2年算力紧缺的时候，租金价格一路上涨，很多人觉得 GPU 是硬通货，怎么都能租出去。但随着供给大量释放，租金价格已经开始回落，残值跳水的速度比很多人预想的更快。我提醒你，不要觉得这只是小众的项目融资风险，这类融资规模累积起来，会通过利率传导影响整个科技行业的融资成本，也就是我们说的 AI 融资税。整个负反馈链条是这样的：第三方算力公司靠长期债务扩建算力，推高市场融资需求，进一步拉高长端利率。利率上行之后，全行业的项目最低回报率要求都会跟着抬升。原本算下来能盈利的 AI 项目，利率涨几个点，可能就变成了勉强打平甚至亏损。更多企业会选择推迟投资或者加大发债，反过来又继续推高资金成本。对头部大厂来说，融资成本上升几个点影响有限，但对中小算力厂商和创业公司来说，可能直接决定了项目能不能活下去。行业的头部集中效应会在高利率环境下被进一步放大。判断一个 AI 融资项目的品质，其实可以看4个核心维度：债务到期时间、租金下跌预期、硬件残值保值率，还有项目失败时谁先承担损失。这4个问题答不清楚的项目，风险都会很高。理解了利率和现金流的双重压力，我们再看当下的科技股，就不能再笼统的说 AI 好或者不好。不同公司的造血能力不同，面对高利率的抗风险能力天差地别。第一类是强自我造血的行业龙头，最典型的就是微软。它每投入1美元做 AI 基建，经营现金流可以提供 1.58 美元的支撑， AI 现金覆盖率达到 1.58 倍。具体来看，微软年经营现金流约1829亿美元，资本开支约1159亿美元，算下来自由现金流仍然有大约670亿美元，再加上巨额的代履约订单收入，安全垫非常厚。这类公司面对高利率，更多只是估值层面的压制，基本面不会出现生存风险。只要利率不出现极端飙升，他们的长期逻辑依然是稳固的。第二类是先建后收型的公司，比如 Alphabet、Meta、亚马逊。他们本身现金储备充足，也有很强的营收能力，但当前的资本开支速度跑在了业务变现的前面。最直接的表现就是自由现金流阶段性承压，比如 Alphabet2季度自由现金流为负59亿美元，亚马逊滚动12个月的自由现金流为负76亿美元。他们不是没有变现能力，只是 AI 业务的收入爬坡需要时间来落地。市场现在的分歧本质上是在赌这个爬坡的速度能不能赶在利率降下来之前兑现。
这类公司的风险不在于还不上钱，而在于投入产出的周期比市场预期的更长。如果利率持续高位，市场会慢慢失去耐心，给他们的估值容忍度会不断下降。第3类和第4类是高杠杆、高度依赖再融资的公司，比如部分第三方算力厂商，还有英伟达下游的一些算力客户，典型的比如 CoreWeave。这类公司的特点是手里有大量订单和建设规划，但自身造血能力很弱，极度依赖持续的债务融资来推进项目。一旦融资环境收紧，再融资成本上升，资金链就会立刻面临压力。以 CoreWeave 为例，它的负债规模达到351亿美元，但账面现金只有55亿美元，年度资本开支64亿美元。哪怕订单量再大，只要融资渠道不畅，扩张节奏就会立刻被打断。这类公司在算力紧缺的时候，往往是股价弹性最大的品种，因为订单增长很快，但它们的脆弱性也最强。信贷环境一收紧，首先承压的就是它们。我更倾向于把这类公司定义为周期成长股，而不是单纯的科技成长股。它们的命运不只和 AI 产业进度绑定，更和利率周期、信贷周期深度绑定。讲完风险和分化，最后我们落到实操层面，说说普通投资者该怎么去判断和调整自己的观察思路。这里给大家一个很实用的量化指标，叫做 AI 现金覆盖率。这个指标的计算很简单，就是用公司的经营现金流除以当期的现金资本开支，比值大于1，说明公司可以靠自身造血覆盖 AI 投入，不用额外消耗现金或者对外融资。如果比值小于1，就意味着公司的资本开支已经超过了自身经营赚来的现金，要么消耗账上存款，要么去市场上发债配股，对外部环境的敏感度会高很多。你不用去做非常精准的财务测算，只需要打开财报看2个核心数字，经营活动现金流和资本开支总额，两者的比例基本就能反映公司当前的造血健康度。比如我们前面提到的微软是 1.58 倍，属于非常健康的水平，而 Alphabet 大约是 0.87 倍，已经需要动用额外资金来覆盖投入。接下来我们可以用这个指标结合长端利率的位置，推演2种不同的市场情境。第一种情境是10年期美债收益率维持在 5% 附近，这种状态下信用利差整体保持稳定，市场主要做的是估值清洗，挤掉高估值标的的泡沫。这也是我们当前大概率处在的阶段，市场在不断给高估值标的做估值下修，但整体信用环境还比较平稳，没有出现大面积的违约风险。这个阶段强造血的龙头公司虽然股价也会波动，但基本面不会出问题，跌下来更多是估值修复的机会。真正要避开的是那些没有业绩支撑，纯靠故事炒估值的品种。第二种情境是10年期美债收益率突破 5%， 同时实质利率升到 2.5% 以上，这时候就不只是估值问题了，而是会进入信用压力阶段，信用利差会开始扩大，低评级主体的融资成本会快速飙升，自由现金流本来就紧张的公司会面临融资成本上升和营收不及预期的双重打击。这种情境虽然目前还不是基准情形，但我们必须把它放进观察清单里。一旦实质利率继续冲高，很多之前被忽略的债务风险就会集中暴露出来。如果走到这一步，投资上就要优先降杠杆，坚决避开那些没有稳定现金流支撑、高度依赖再融资的故事型标的。现金流的质量会比增长故事重要的多。我建议大家接下来重点跟踪2个信号，一个是每个季度财报里的自由现金流变化，另一个是公司表外承诺的披露情况。不要只盯着营收和利润增速看。很多人在牛市里养成了只看增长不看现金流的习惯，但在高利率环境下，造血能力才是一家公司真正的生命线。整体来看，这一轮长端利率的上行不是短期情绪波动，而是财政供给和产业融资双重作用下的结构性重定价。它对科技股的影响会从估值端慢慢传导到基本面端。AI 的长期产业逻辑没有问题，但产业逻辑成立不代表所有相关公司都能活到兑现的那一天。融资成本的上升会加速行业的分化和洗牌。你觉得这一轮长端利率上行更多是财政发债的影响，还是 AI 融资潮的推动？你观察到的科技股现金流变化有没有超出你的预期？也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如果你希望在市场情绪最热的时候多一份冷静的拆解和风险提示，也可以订阅这个频道。
后续我们会持续跟踪利率变化和科技股的定价逻辑。最后还是要和大家说，市场里没有谁能替你做投资决定。今天的内容只是基于公开信息的个人分析，只提供一个观察市场的角度，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